我从孤儿院领养回来，养了10年的孩子是闺蜜和老公亲生的。我闺蜜住在我家里的每个晚上，我老公都会给我一杯加了安眠药的牛奶。在我昏睡的时候，我老公林嘉诚就和闺蜜桑榆在我家里正大光明地偷情。无意间发现真相的我还没有来得及为自己讨要一个说法，这2个人渣就为了灭口，把我活活地从20层楼上扔下去。再次睁眼，这场游戏的主宰变成了我，猎杀对象变成了老公林嘉诚一家和桑榆。林嘉诚，桑榆，拿命来吧！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每天晚上临睡前，我的老公林嘉诚都会体贴地给我热一杯睡前牛奶。我喝下牛奶后，很快就会陷入深眠。在我睡熟后，我老公林嘉诚和我的好闺蜜桑榆就在我隔壁的房间里偷情。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我一直像是一个傻子一样的信任着这对狗男女。直到那天晚上，那天我身体不太好，感冒发烧，腹胀难受。桑榆听说后买了水果来看我，我公公婆婆还有老公热情地接待了桑榆。吃过晚饭，我不太舒服，回了房间休息。晚上10点，我老公林嘉诚一如往常地给我热了一杯牛奶送进来。他对我很关切，一直在询问我要不要去医院。我不想让林嘉诚担心，说躺就好了。林嘉诚放下牛奶说要去处理公事，让我别忘记喝牛奶，因为腹胀不舒服。我没有喝牛奶，老公这样费心的为我每天热牛奶，我觉得很过意不去，不想让老公担心，于是我把牛奶偷偷地倒进了洗手池。林嘉诚在10点半进来看了我一次，我躺在床上昏昏欲睡，他没有惊动我，拿起空杯子关上门离开了。我蜷缩着在床上又躺了大概半小时，口渴的难受，我想喝水，于是准备自己去倒水喝。谁知道经过客房，听见里面传来放浪的笑声，我轻轻推开了没有锁的房门，里面的一切映入我的眼帘。客房大床上，我闺蜜桑榆一身清凉地坐在我老公林嘉诚的身上，林嘉诚的手落在她身前，两人忘情地亲着，一点都没有发现打开门的我。眼前的这一幕荒诞得让人难以想象，我以为自己生病出现幻觉了，只是幻觉没有这样真实。那对晃眼的身子翻着滚着，毫无羞耻，肆无忌惮。后来是桑榆先发现了呆呆站在房门口的我，发出一声尖叫，手忙脚乱地抓东西遮挡。林嘉诚也没有想到我会出现，结结巴巴的：“你不是睡着了吗？”我终于从震惊和不敢置信里缓过来了。遭遇双重背叛让我红了眼眶，嘶吼着疯狂地扑过去抓打他们。桑榆挨了我几记耳光，林嘉诚的脸也被我抓出了血。客房的动静闹太大，林嘉诚父母和儿童房的儿子林小果也被惊醒了，马上过来查看劝阻。我不管不顾地厮打咒骂，林嘉诚父母拦住我不让我打林嘉诚，我只有打桑榆。见我抽桑榆的耳光，那个我领养了10年的儿子林小果拎着一个棒球棒朝着我冲了过来，嘴里喊着：“坏女人，别欺负我妈妈！”我还以为他维护的妈妈是我，结果林小果冲过来后重重地打我一棍。他虽然只有10岁，但是长得壮实，体重达到了100斤，是个不折不扣的小胖子。我被林小果重重一棍打得不轻，站立不住摔了过去，头撞在了床头柜上，鲜血流出，疼痛袭来，混沌的脑子恢复了清醒。我指着林小果困难地问：“你刚刚说什么？谁是你的妈妈？”
我和林嘉诚结婚后一直怀不上，林嘉诚提议去孤儿院领养了林小果。看见林小果的人都说他和林嘉诚长得像，民间有领养的孩子长大像养父母的说法，我以为这是我们的缘分。可是现在我看着他神似林嘉诚的脸，突然发现林小果的眼睛长得和桑榆也很像，我瞬间意识到了一个可能，他是你们的孩子。桑榆和林嘉诚都没有说话，默认了我的询问。那一瞬间，我感觉整个人都要炸了。这两个狗男女怎么可以这么欺负人啊？林嘉诚这个狗男人是个凤凰男，而我是城里的富家千金。林嘉诚这个狗男人为了追我费尽心思，如果不是桑榆这个所谓的闺蜜作祟，我压根不可能嫁给林嘉诚。那天晚上出去给桑榆过生日，我被多灌了几杯酒，醒来后就和林嘉诚躺在了一起，想着我对桑榆掏心掏肺，为他找工作，借钱不用他还，他生病我整夜不合眼的照顾。他妈的，怎么可以这样欺负人？假模假样对我好的老公，我一心信任，当作亲姐妹一样的闺蜜，他们竟然这样卑鄙无耻地愚弄我！我和你们拼了！本来就有病在身，我自然是没法和他们一家拼命的。林嘉诚和他父亲控制住了我，桑榆和林嘉诚他妈找了绳子来捆住了我。林小果那个小贱种还往我嘴里塞了臭袜子，防止我喊叫。一家子贱东西堂而皇之的当着我的面商量怎么善后，最后一致同意伪造自杀，以绝后患。我在凌晨3点被他们打晕后从20楼扔了下去，砰的一声，耳旁清晰的声响和疼痛让我打了一个激灵，睁开了眼睛，四周是熟悉的摆设，这是我家的客厅。可是我明明被林嘉诚和桑榆从20楼扔下去了，怎么会？额头有液体滑落，我伸手摸了一下，满手的鲜血。死人也能看到自己死前的惨状吗？妈妈，哈哈哈！妈妈摔倒了，哈哈哈！林小果尖锐的笑声在我耳旁响起，我猛地转头看向他，林小果笑得前仰后合，眼泪都笑出来了。我没有思考他为什么笑，只是想到我养了10年放在心窝子上疼的林小果，竟然是林嘉诚和桑榆的私生子，就控制不住的愤怒。我抬手用力一推，笑得正开心的林小果猝不及防，重重地摔倒在地。这一摔够他受的，当下哇的一声哭喊起来。听见林小果的哭声，紧闭着的客房的门打开了，林嘉诚的父母从客房跑出来了。林嘉诚的父亲抱起林小果，心肝宝贝的哄。林嘉诚母亲则对着我吼：“你为什么推小果？他才多大点的孩子，怎么吃得住你推他？要是有个3长2短，可怎么好？”林嘉诚的父亲也帮腔：“是啊，不过是孩子恶作剧往地上撒了一点油而已，你自己不看摔倒怪谁？就这么点事情也值得对孩子发脾气？虽然孩子不是你亲生的，但是我们也不能虐待孩子吧？”地上撒油摔倒，这一幕似曾相识，好像是3年前发生的事情。那一天，林小果在地上撒了油，我滑倒摔倒，磕碰了额头。林小果恶作剧得逞，哈哈大笑，完全没有丝毫的愧疚。我当时也觉得林小果心肠未免也太歹毒了些，不过并没有多想。现在看来，这个贱种早就已经知道自己的身份，他厌恶我已经从骨子里根深蒂固的注定。只是我为什么会再次见到3年前发生的事情？难道……我用力掐了一下自己的手心，很疼。我没有死，我活过来了。老天对我不薄啊！几乎是在第一时间，一个报复的计划就在我心里展开了。第一个我要开刀的是林小果。
我猛地扑过去，抱住了嚎哭的林小果。儿啊，都怪妈妈不好，是妈的错，妈给你道歉，你别哭了，乖，妈给买好吃的，吃死你这个贱种。我借口给林小果买吃的，哄他出了门。我得找地方好好思量一下接下来的计划，要报复林嘉诚一家和桑榆，收拾林小果这个贱种是最好的办法。这两个贱人重男轻女的思想都很重，如果我弄死了林小果，桑榆和林嘉诚得疯吧。我一边开车一边计划怎么弄死林小果，在吃的里面放毒药毒死他。不成，毒药目标太大，如果警方调查会让我也被怀疑的，那就把这个贱种推下楼摔死，像当初林嘉诚和桑榆弄死我一样。这个方法试试起来也有难度。那两个贱人看林小果像是看眼珠子一样，而且林小果跟着我出去出事，我首当其冲，也是第一个怀疑对象。我是要报仇，但是不能莽撞，把自己搭进去。我这边绞尽脑汁，突然在路边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这不是桑榆老公王浩吗？桑榆一年有300天住在我家里，他并不是单身，而是结过婚的人，有家庭。她老公王浩是个混混，酗酒赌博打人。桑榆当初上大学的时候，家里穷得揭不开锅，是王浩出钱供他上的大学。王浩那种东西狗皮膏药一样，桑榆没法甩掉，毕竟王浩不讲道理，他敢悔婚，王浩是要杀人的，所以桑榆忍气吞声的，不得已嫁给了王浩。王浩不是善类，骨子里有暴力的倾向，动不动就对桑榆拳打脚踢，把他揍得鼻青脸肿。桑榆就跑我家里来哭诉，让我帮他。我对桑榆是真心很好，他没工作我帮他介绍工作，没钱我借钱给他，被老公家暴我接他到我家里来住，还为了他和桑榆老公王浩闹得不可开交。因为我家里的势力，王浩虽然横，也知道轻重不太敢惹我，所以桑榆在我的庇护下安然度过了这么多年。而现在我不打算给他庇护了，不但不给他庇护，我还要加码。我买了一张电话卡，给王浩发了一条消息：你老婆和人有奸情。晚上林嘉诚下班很早，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桑榆。两个贱人应该是听林嘉诚父母说了我推林小果的事情，心疼了，急着回来查看他们的私生子。林小果皮糙肉厚，我推那一下并没有伤到什么。尽管这样，桑榆和林嘉诚还是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下林小果全身，确认没事才放心了。我冷眼旁观，觉得从前的自己是真的很傻呀。这两个贱人一直防着我发现真相，所以才这样紧张，而我竟然从未发现端倪。桑榆对林小果的好从来不掩饰，我一直以为他对林小果好是因为我爱屋及乌，哪里想到竟然有这样的内情。桑榆和林嘉诚一样来自偏远的山区，而我是土生土长的城里人。我父母还经营着一家很好的公司，算是富二代。我这样的身份是绝不可能嫁给林嘉诚这种乡下来的一无所有的凤凰男的。现在想想，当初我和林嘉诚的事情就非常不对。这个恶心的贱东西突然主动追我，被我拒绝还不死心，成天缠着我嘘寒问暖。在我外出遭遇流氓非礼的时候，是林嘉诚冲出来见义勇为。我看着他被流氓揍得鼻青脸肿，觉得他是一个英雄，可以为了我不顾一切，就慢慢对他心软了。后来在我生日的那天晚上，我被多灌了几杯酒，醒来发现自己和林嘉诚躺在一起。林嘉诚跪地发誓会对我好，而我骨子里有些守旧，觉得自己已经是林嘉诚的人了。
只能嫁给他，就不顾父母的反对，和林嘉诚领证结了婚。结合所有事情来看，什么见义勇为，什么一夜情，只怕都是这两个贱东西设计好的。他们早就盯上了我，从头到尾就是他们的猎物。上一世两个贱人奸情败露，弄死我的时候，我爸妈已经把公司交给了林嘉诚，退居二线，所以他们才敢肆无忌惮。检查完林小果没事，桑榆就主动去厨房帮忙做晚餐。我听见他和林嘉诚母亲在厨房说话，林嘉诚母亲在抱怨我什么都不会做，十指不沾阳春水，油瓶倒了都不扶的大小姐，回家就知道坐着玩。可怜我家嘉诚，又当爹又当妈，还得做家务，这哪里是娶媳妇，是娶了个祖宗。这样的抱怨应该不只是发生一次，只恨我之前完全不注意。这个老贱人抱怨我的时候，就没有摸摸良心想想，他们一家为什么会从鸟不拉屎的地方搬到大城市生活。就凭林嘉诚那一个月1万不到的工资，想在大城市住几千万的房子，他得不吃不喝也得几十辈子吧。我们住的几百平的大平层，还有林嘉诚和我开的车，都是我爸妈给我的嫁妆。现在就连林嘉诚和桑榆都在我爸的公司上班，他们吃我的喝我的，享受着我的照顾，对我的背叛算计竟然没有丝毫的愧疚心软，可见这伙贱人的心有多歹毒无耻。我不动声色地接水回了房间，拿起手机，发现王浩给我的新号发了好几条消息。你是谁？发错了吗？那个贱人和谁有奸情？你特么是不是骗我的？回话呀！不回话，老子杀了你！我慢悠悠地把合成的桑榆和一个看不清脸的男人的果照发给了王浩。我是谁你没有必要知道，不过我告诉你的都是实话，看看吧，这就是你老婆和别的男人的传照。我知道王浩的脾气，没有的事情都能掀起3尺浪，更何况看见了所谓的传照。王浩看见消息一定气得头顶冒烟，马上找桑榆麻烦的，而我得在王浩赶来的时候把地方留给他施展，毕竟我再有顾忌，王浩没法尽兴地揍桑榆这个贱货。我借口爸妈那边有事情要去看看，林嘉诚和桑榆求之不得。我在家，他们这一家子人不好恩爱和谐，我走了是在给他们一家腾地方。林嘉诚假模假式的送我到楼下，看我上车离开，转身回去了。我开车出去，没有走远，而是把车停在附近，等着王浩的过来。我在车上等了差不多40分钟，就看见王浩骑着电瓶车杀气腾腾的过来了。好戏马上要上演了。我打开了手机上我家里的监控，等着身临其境的体验王浩碾压式的发飙。监控里，林嘉诚一家已经坐上了饭桌，正其乐融融的吃饭。林嘉诚和桑榆含情脉脉的对视，互相为对方夹菜。听见门铃响，林嘉诚拉起身打开了门，王浩杀气腾腾地冲了进去。屋子里的人都没有反应过来，王浩人就已经冲到了餐桌旁，一把揪起桑榆的脸，一个大耳光就扇了过去。啪的一声响，我拿着手机听着都疼。王浩不只是扇一个大耳光，而是噼里啪啦的扇，一边扇一边问：贱货，你的奸夫是谁？我没有，还敢说没有？老子有证据！王浩揪着桑榆的头发，把他踩在地上，说：你的奸夫是谁？不说出来，老子今天弄死你！看王浩这样暴打桑榆，那个小贱种林小果竟然没有敢上前帮忙。我还指望他像当初打我一样的扑上去打王浩。王浩那脾气，盛怒之下的一脚把他肚肠子都踢出来吧。鬼都怕恶人。林小果这个小畜生
这么小也知道取舍，坐在一旁吓傻了，一动不敢动。林嘉诚和林嘉诚父亲母亲也不敢去帮忙。王浩是出门的混不吝，说动刀子就动刀子。这三个贱人不敢招惹王浩，就看着王浩对桑榆拳打脚踢，最后桑榆口鼻流血，人已经虚脱。林嘉诚没有办法，只有选择打电话向我求救。王浩是有些怕我的，他被我爸的保镖揍过。见林嘉诚打电话给我告状，就放了手，骂骂咧咧地走了人。我看着这一幕叹口气，这开胃菜也太小儿科了。我主要目的是想让林小果看见桑榆挨打，主动去帮忙，被盛怒下的王浩一脚踢死。结果愿望没有达成，看来只有另外想办法了。吓走王浩后，这一家子贱人松口气。林嘉诚马上把桑榆被王浩痛打的事情告诉了我，指望我为桑榆出头。只是这次他们想错了。我虽然义愤填膺地大骂王浩，却没有拿出任何实际行动来支持帮助桑榆。老公，我妈有些不舒服，今天晚上我要陪着我妈抽不开身。桑榆被打怎么样了？很严重吗？让桑榆报警吧，让警察过来看看是怎么回事。王浩再嚣张，还能不怕警察？见我没有回来的打算，这伙贱人也知道想让我收拾王浩的愿望落空了，于是一家子坐下来开始商量后续。他们不知道我在监控这头盯着他们，竟然毫无顾忌的商议接下来利用我的步骤。林小果那个小贱种现在也知道表现了，抱着桑榆哭，一声接着一声地问桑榆妈妈：“你痛不痛？”而林嘉诚父母和林嘉诚的关注点则不在桑榆挨打上面。林嘉诚父亲气愤地道：“这个王浩越来越变本加厉了，不能这样任由他下去。”林嘉诚也点头附和：“是啊，得想个办法。他要是这样闹腾，让无忧知道了，肯定会多想。我们得在无忧怀疑之前先把王浩给办了。这件事就交给无忧来办吧。我们给王浩下药，让他失去理智，非礼无忧。无忧能放过王浩，一定会让他把牢底坐穿的。不愧是毒蛇中的战斗机，桑榆这个贱人的心黑透了，竟然想出如此毒计。所以上辈子王浩非礼我也是他们一伙人设计的。我牙齿咬得咯咯响，我还正愁没有办法算计他们，他们竟然主动送上门来。既然这样，那就不要怪我，我要抢在他们前面，以牙还牙。我次日晚上才回到家，桑榆被打破相，请假没有去上班。看见我回来，桑榆和林嘉诚父母对着我又是一通义愤填膺地讲述昨天晚上桑榆的遭遇，想要激起我的同情。两个老贱人口才挺不错的，句句都离不了王浩是人渣，必须得想办法收拾了王浩。我也装作很气愤的样子，答应要收拾王浩，给这几个贱人打了强心针。听说我要出手帮忙，这三个贱人都露出松口气的模样。这当口门铃响了，我妈来了。我妈是我叫来的，过来的借口是带我和林小果出去吃饭。我妈每次带我出去吃饭都是吃的高档餐厅，林嘉诚母亲一直很眼馋。今天晚上我有计划要实施，主动要求带上林嘉诚母亲，她乐滋滋地同意了，马上回房间换衣服，跟着我们一起出去吃晚饭。临走时候，我大方地给他们点了5星级酒店的外卖。我们去吃大餐，也不能让爸和桑榆饿着。我给你们点了大餐，你们不用做饭了，能够吃到5星级餐厅的外卖，桑榆和林嘉诚父亲都很高兴。他们不知道，我这贴心的为他们准备，是因为晚上有一场好戏等着他们开演。
我和我妈带着林嘉诚他妈还有小贱种林小果去了餐厅。上菜后，我借口去了洗手间，蹲在马桶上查看监控。我点的外卖送来了，林嘉诚晚上陪同我爸去见客户，没有回来，家里就只有林嘉诚父亲和桑榆两人。两人在餐桌旁坐下，开始吃饭。林嘉诚父亲还拿了我买的好酒喝起来。桑榆一脸伤，没法喝酒，选择了喝果汁。果汁和酒我都加了好东西，两个贱人自然是不知道的。他们喝酒喝果汁，大快朵颐，吃得很开心。吃到一半，林嘉诚父亲和桑榆两人的神态就不太对劲了。两人双双起身去了洗手间。我们家有5个房间，都自带洗手间。林嘉诚父亲去了他和林嘉诚他妈住的卧室的洗手间，桑榆则去了客房的洗手间。我看着监控，眯着眼笑，好戏马上要开始了。果然几分钟后，林嘉诚父亲从洗手间冲了出来，同样冲出来的还有桑榆。两人都扒掉了身上的衣服，红着眼眶在客厅迫不及待地开始了2个活人表演。辣眼睛的东西我是不看的。我截屏了监控，用那个新号码给王浩发了一条劲爆的消息，然后返回餐厅继续用餐。我知道王浩一定会去我家查看的。王浩偷鸡摸狗，吃喝嫖赌，会开锁。我家的锁吃不住王浩开。很快，桑榆和林嘉诚他爸偷情的丑闻就会暴露在众人眼皮下面。知道桑榆和自己的老公胡搞，我倒要看看林嘉诚他妈还能不能冷静下去。知道桑榆和他亲生父亲睡了，我倒要看看林嘉诚还会不会无动于衷地继续和桑榆保持这段卑鄙的地下情。果然，半小时后，物业管家打了电话过来：“吴小姐，您家里出事了，您马上回来一趟。”我心知肚明是怎么回事，装模作样地问。物业管理支支吾吾的：“你公公出事了，具体怎么回事你回来看看就知道了。公公出事，这饭自然吃不下去了。”我转告了林嘉诚他妈，和他一起赶了回去。我家的门被王浩暴力破开，桑榆和林嘉诚他爸像是2条被剃掉毛的野狗一样，以奇怪的姿势连在一起。两人露出来的身上伤痕累累，都是王浩的杰作。物管过来后，这2人还在不管不顾地继续折腾，没有丝毫的羞耻和想要停下来的想法。就算王浩上前拳打脚踢，也没法制止住他们。怕打出人命，物管只好让安保控制住了王浩，给我打电话。我花高价买的东西果然够劲道。这2畜生直到我和林嘉诚母亲赶回来，还在忘我境界里无法自拔。林嘉诚母亲一开始还以为是王浩又上门来闹腾了，路上一直在挑唆，让我想办法弄死王浩。结果进入客厅，看见自家老公像是狗一样和桑榆纠缠，老贱人傻眼了，嗷地叫了一声，就扑了上去，对着桑榆又是扇耳光，又是掐，又是骂，污言秽语不堪入耳。我脸上带着焦急的表情，心里暗笑，拨通了林嘉诚的电话：“出大事了，你爸和桑榆2人，总之你赶快回来，晚了得出人命。”林嘉诚没有回家，直接去的医院。他父亲没羞没臊的和桑榆当众投入忘我境界，舍不得退出来。林嘉诚的母亲气疯了，直接拿起酒瓶开瓢。林嘉诚父亲和桑榆都被打晕了，医护人员过来把紧紧相连的2人送去了医院。这一幕全程被拍，2人到医院还没有清醒。有关桑榆和林嘉诚父亲的视频就不打码的到处疯传。林嘉诚好歹在我爸的公司是高管，
这样丢脸的事情闹出了，马上有人开始扒粉，他那脸丢到了姥姥家，短时间没法见人。林嘉诚的母亲也气得接近疯狂，这个老贱人，他默许自己的儿子和桑榆在我眼皮下偷情，还帮忙掩饰。我以为他是不会为这种事情伤心难过的，做梦也没有想到有一天这种事情会轮到自己身上。他疯狂地咒骂着桑榆，让我赶走桑榆，再不允许桑榆这个贱货进入我家里。我一脸为难，妈，这里面只怕有内情，我相信桑榆不是这样的人。又对林嘉诚道：老公，桑榆不是这样的人，对不对？你和我都了解他，这里面是不是有内情？会不会是公公贪慕他年轻？我呸！一个千人骑万人睡的小婊砸，都被人搞烂了，谁贪慕他年轻？婆婆愤怒地咒骂。那会不会是被人算计的？不会是王浩吧？我故意这样说，林嘉诚肯定会怀疑这一切是被人算计的，一定也会怀疑上我。我先给他织一个迷雾弹。王浩不是会开锁吗？会不会是他偷偷地进入我们家里？这太可怕了吧！林嘉诚看我无辜的样子，竟然没有怀疑我。也是，如果是我算计的，压根不需要这样大费周章，直接让他们一家滚蛋就行了。他压下了对我的怀疑，转而怀疑上了王浩。王浩是混混，无所不用其极，是做得出这样的事情来的。尽管怀疑桑榆和他父亲苟合是被算计，林嘉诚还是赶走了桑榆。毕竟被自己父亲睡过的女人留在家里也太恶心了。当然还有一个原因，他这些年水涨船高，马上要接管我家公司，桑榆人老珠黄，已经没有吸引他的筹码了。他需要的是更加年轻的容貌和身体。这次能借机赶走桑榆，对林嘉诚来说是好事情。他没有去调查，就这样任由他妈出面赶走了桑榆。桑榆一直以来依靠的保护伞被撕碎了，他不想回到王浩身边去，可是没有办法，最后还是被王浩带回了家。因为他和林嘉诚父亲的视频满天飞，桑榆还被我父亲公司开除了，没有工作，名声尽毁，还要每天忍受被王浩毒打。桑榆受尽折磨，还求到了我这里。他以为我还是当初那个善良愚蠢的我，笃定我会对他伸出援手，我怎么会如他愿？我把桑榆给我发的请求的语音信息都给了林嘉诚看，让他拿主意。林嘉诚当然不同意，斩钉截铁地拒绝了桑榆的请求。我把林嘉诚拒绝的消息又发给了桑榆，不是我不想帮你，是嘉诚不允许。他说你没有廉耻道德，帮你会被你反咬一口。你也知道，我这个家庭来之不易，我不会生育，嘉诚一家对我这么包容，我没法为了你和我老公生分。我知道我指着桑榆鼻子骂得再狠，都没有林嘉诚简单的一句嫌弃让桑榆伤心。毕竟他可是爱惨了林嘉诚，不惜为林嘉诚生孩子，不惜背叛我这个真心对他好的人。现在看见林嘉诚不愿意对他伸出援手，桑榆还会对林嘉诚那样死心塌地吗？不会，他会恨。等恨到极致到绝望的时候，就是桑榆和林嘉诚一家你死我活的时候。桑榆每天忍受王浩的非人折磨，王浩亲自抓住他和林嘉诚父亲鬼混，怎么能够容忍？对王浩这种混混家暴男，最无法忍受的就是背叛。之前他一直以为桑榆不敢背叛他，再加上桑榆工作的钱给了他一大半花，他对桑榆还有点耐心。现在亲眼看见桑榆和老男人滚床单，又被开了工作，没法挣钱，王浩能放过他？
王浩把桑榆锁在了出租屋，开始了非人的折磨。他不只是动手打他，还用烟头烫，还往他那地方塞酒瓶。桑榆被折磨得苦不堪言，连死都没有权利。而林嘉诚这边却是春风得意，人老珠黄的旧情人没有花费功夫就甩掉了。他最近被小美人给盯上了。小美人是我花钱雇佣的小姐，一身病，刚刚查出艾滋病。小美人长得很漂亮，年轻，身材也一流，船上功夫也一流。林嘉诚在酒桌上被小美人给拿下后，就迷恋上了她的身子，开始找借口加班不回来。我不但不管他，还关怀备至的让他注意身体，别累着。没有我管束，林嘉诚像是脱缰的野马，整夜和小美人厮混。他不知道美人是有毒的，会让他送命。在林嘉诚和小美人朝夕相处了差不多1个月后，小美人拿着怀孕检测单羞答答地告诉林嘉诚她怀孕了。林嘉诚犹豫了，他正准备全力夺取我父亲的信任，得到公司的掌控权。现在闹出这种事情，对他的影响不太好。只是小美人很快告诉了林嘉诚一个让林嘉诚更加欣喜的消息，她是京城那边的富家千金，和父母赌气才跑到海市来的。如果有了孩子，她打算嫁给林嘉诚。小美人按照我的准备提供了京城那边的房产，还拿出了她和父母所谓的合照家庭聚餐照片。林嘉诚私底下打听了一下京城富豪家的消息，得到的如同小美人所说，有一个最小的女儿和小美人同名同姓，被保护得很好，外界从来都没有见过对方真容。林嘉诚觉得自己走狗屎运了，能得到这么有钱的千金小姐青睐，关键小姐已经怀孕。如果能和小姐结婚，他这身份岂不是要更上一层楼？这样他也不用怕我父亲对付他。林嘉诚这边暗暗开始计划，准备先下手为强，拿下我父亲的公司。而我这边也没有闲着，我把林小果是桑榆和林嘉诚间生子的消息告诉了王浩。王浩自然是没法忍受的。他不知道是我主动爆料给他的，竟然来找我说了这件事。我叹口气，我不会生育，知道又怎么样？都养了这么多年，只有忍下去了。王浩气得骂我窝囊废，你不做我来做，我要让那个小杂碎死。我觉得王浩这种混混都比林嘉诚一家和桑榆要有良心的多，马上劝说，不能让他死。他死了，你可是要坐牢的。为了一个贱种坐牢是不划算的。王浩也知道弄死林小果会坐牢，我轻飘飘的。不过如果发生不可抗力，法律也不是不允许。什么是不可抗力？王浩问。比如被发狂的恶犬咬，比如不小心摔断了腿，再比如在外面被泼了硫酸，或者被滚开的开水烫。我知道王浩听懂了我的话，他会去计划的。我要做的只是尽量把林小果带出来，方便王浩。3天后，我带着林嘉诚父母和林小果吃饭的时候，发生了意外。饭店门口出现一条胖乎乎的小狗，林小果去逗狗，不想被狗一口咬在脸上，他半边脸都被狗给撕下来了。林嘉诚父母傻眼了，等他们反应过来，狗叼着林小果的半边脸逃了。林小果被送去了医院，那张脸已经没法看，就算是整容也没法改变。林嘉诚很伤心，林嘉诚父母也很伤心。知道林小果毁容的桑榆被我带出来看了林小果一面，看见林小果的惨相，他哭得泣不成声。那发自内心的舐犊之情让人动容，只是我没有丝毫的动容，冷漠地看着这一幕。
林小果这个小贱种，在我辛苦抚养了他10年后，对我那样歹毒，没有一丝一毫的感恩之心，这种畜生活该。而且这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才是上正餐的时候。林小果变成那副样子，基本上这辈子已经毁了。林嘉诚不愿意看见这样一个丑陋的儿子，他父母同样也不愿意照顾这个丑陋的孙子。而我一个外人和他一家血海深仇，自然更不愿意。他成了这个家的累赘，除了花钱请的保姆看在钱的份上愿意接近他，别人都把他当作洪水猛兽。他的亲妈桑榆倒是心疼自己的亲生儿子，可是他有心无力。而林嘉诚那边又发生了一件事，他的新欢小美人提了新的要求，他要林小果消失。林嘉诚一开始还犹豫，毕竟虎毒不食子，小美人闹着要去把孩子打掉，还不小心让林嘉诚看见了他的银行卡余额，10来个亿的金额，让林嘉诚心动了。儿子算什么？林小果是桑榆那个贱人的儿子，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一天只知道吃，胖得像是猪。而且他现在已经毁容变成了废人，这样一个丑陋不堪的孩子是没法继承他的家业的。他需要一个聪明的儿子。林嘉诚认定自己会依靠小美人的支持更上一层楼，所以在深思熟虑考虑了好几天后，林嘉诚有了决定。林小果是被林嘉诚亲手溺死的，他在放满水的浴缸里挣扎，可惜力量悬殊太大，被林嘉诚死死地按在水里，没法呼吸。他挣扎了2分钟不到的时间就不动了。林嘉诚和父母伪造了他洗澡溺水的死亡现场，没有人质疑林小果的死因。他被送去了殡仪馆，准备火化。与此同时，桑榆收到了一份详细的视频资料，视频是林嘉诚和小美人颠鸾倒凤，小美人怀孕的检测单，林嘉诚弄死林小果的视频。看完这些东西，桑榆疯了，他发狂地叫骂着要砍死林嘉诚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我给了他机会。桑榆本来是被王浩用链子锁着的，我让王浩放了他离开，还贴心地给桑榆准备了一把顺手的尖刀。桑榆提着尖刀找到了我家，林嘉诚人不在，桑榆先对着他父母动了刀子。林嘉诚父母一人身中数刀，倒在血泊中，无助地去见了阎王。随后回来的林嘉诚被埋伏的桑榆重伤，这是一起非常恶劣的报复杀人案。桑榆被警方逮捕，等待他的是死刑。而林嘉诚重伤在医院抢救，醒来后已经是3天后，睁开眼就看见了我。我穿着红色的旗袍，画着精致的妆容，对着他浅笑。悠悠，林嘉诚声音哑得像是破锣一样。能给我倒杯水吗？不能。我笑盈盈地拒绝了。林嘉诚，感觉如何？很痛吧？悠悠，我要喝水。不急，先听我告诉你2件事。我慢悠悠的。第一件事，你父母死了，桑榆被抓了，连杀2人，死刑没跑了。你父母的仇基本上是得报了，这是好事情。不过还有一件事，我得告诉你，那就是你和桑榆偷情的事情，我早就知道了。包括林小果是你们的孩子的事情，我也早就知道了。你有什么想问我的吗？我看见林嘉诚惊愕地瞪大了眼睛。是你设计的，猜得不错。你个毒妇，比你一家差多了。我笑眯眯的，知道吗？我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等着看你一家的报应。我简直度日如年啊！还好这一切结束了。我要告诉警察，你去告诉啊！警察能把我怎么样？你父母是桑榆杀的，你儿子是你杀的。对了，你应该还不知道你儿子被你杀的事情已经败露了吧？你说什么？哪里来的视频？这就要问你了。
都说虎毒不食子，你怎么忍心把你和桑榆的尖生子给溺死的？桑榆正是看见了你杀手林小果的视频，才对你爸妈动手的。精彩吧？你……林嘉诚艰难地抬起手指着我，说不出完整的话来。你们老林家完了，你看你父母死了，你也跟着要死了。你辛辛苦苦想要找一个传宗接代的儿子，结果什么都没有捞到，你们家到此绝种了。林嘉诚无法接受，还在试图否认。没有，不可能。你是不是还想着你的小美人怀孕了的事情？是不是想着她怀着你的孩子还是那么有身份的人家，一定会想方设法来救你？我告诉你，这都是我安排的。小美人她是一个小姐，跟你之前和多少个男人有染？林嘉诚无法想象，发出痛苦的悲鸣声。我再接再厉，她没有怀孕，孕检单是伪造的，给你看的所谓的10多个亿的零花钱也是假的。对了，她得了艾滋病，你们在一起那么多天，做了那么多次，你想想你现在的情况。艾滋病携带者。我话没有说完，林嘉诚就晕了过去。桑榆在执行死刑之前指明要见我，我当然得满足他这个心愿。他人馊得厉害，已经完全脱相。这一切是你设计的，对不对？悠悠，是不是你？我笑，终于想明白了。我说你现在问这些有什么意义？为什么你不知道？我笑着反问。你在做下那些龌龊事之前，就应该知道会反噬啊！你早就知道了，你竟然早就知道了，也不算早，知道的时间不长，也是死过一次后才明白过来的。你真狠啊！你怎么可以这么狠毒？比起你我差多了。我自谦，如果不是被你和林嘉诚恶毒的害死，我永远都学不会狠毒2字。所以人总是吃一堑长一智的。当然，我现在也非常相信因果，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这是你们的报应。我的确对不起你，可是我的孩子是无辜的，是不是无辜的，你们自己清楚。再说了，弄死他的人是林嘉诚，和我有什么关系？桑榆看着我浅笑嫣然的样子，颓然地跪下。我一直在忏悔，一直后悔我做错了。我还以为找我说出真相，让我原谅你，让你安心的去死。我打断了他，没有这么容易的事情。你这种不知廉耻、恶毒卑鄙的东西，不配安心。我不会原谅你，你别白日做梦了。3天后，桑榆被执行死刑。林嘉诚因为杀子的视频被公开，也被公审判刑。他一直在叫屈，说自己是冤枉的，妄图想要拉扯我垫背。可惜警察从头到尾都没有找出对我不利的证据，他想拉我垫背的心思算是白费了。林嘉诚被判了死缓，死缓是不会死的，表现好坐牢10几年应该会放出来，那只是针对普通的死缓犯人。林嘉诚不一样，他是一个艾滋病携带者，他怕是等不得他被放出来重新生活那天了。5年后，日夜被并发症折磨的林嘉诚在看守所痛苦的死亡。听说死的时候全身溃烂，没有半点好肉，而我已经从这段死亡的婚姻彻底走了出来。我有真心爱我的男人，我的不孕症已经治疗好，正在积极备孕，准备迎接新生命的诞生。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